当思念飞过夜空。扛完这趟，我就能交差活命了。二柱子，你一定要坚持住！什么玩意儿？给我开了个口子！这葫芦真邪门，总感觉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当个水壶倒还凑合，就是大了点。再缩。到门口了还敢磨蹭？骨头痒了是不是？还不去挑水喂猪？白眼狼，干活装死，吃饭倒是挺狠。你那短命父母死的干脆，没老娘施舍你一口馊饭，你早化成荒里的烂骨头了。您教训的是婶婶的大恩大德，我到死都记着。怪了，柳沟的死水本该比黄连还涩，过了一趟这葫芦，竟变得比灵泉还甘甜。这到底是个什么生物？水质都被逆转了，管它什么来历，先留着吧。这天寒地冻的，想要不被冻死，只能塞点破草撑过这个寒冬了。什么东西？寒冬腊月，万物死绝，怎么还会有绿芽？昨夜水滴外溢，难道这葫芦不仅能净水，还能无视天道，催生万物？小畜生，天都大亮了，还在里头装死，滚出来干活！老黑，反正你迟早要挨刀，借点你口粮续命，别不知好歹。以前我只求苟活，攒钱租块地，讨个媳妇就算值了。但现在佃户算个什么东西？我要翻盘，要当就当最大的地主。黄蛮山能占良田百亩，9池肉林。我二柱子有了这造化，怎么就不能把这柳沟村的地盘全踩在脚下？这葫芦难道真能催生神物？不如去种到山上试一下。这世道不给我活路，希望靠着葫芦来逆天改命吧。这是我手指磨烂边残血换来的血汗钱，等攒够了，我也要去集市上狠狠吃顿肉。柱子哥，快开门！苏小娥，半夜3更出什么事了？柱子哥，你看，家里杀猪，我偷偷带出来的，赶紧吃，我得撤了，被发现就完了。谢谢你，苏小娥。真香，只要每个月能吃上这一口肉，这身骨头给谁卖命都行。小畜生，竟敢偷老娘的肉！今天敢在老娘眼皮底下偷肉，明天就敢掏老娘的棺材本儿！老娘拿命养了你10几年，你竟敢背着老娘藏私房钱，真是养不休的白眼狼！那是我编草鞋呕心沥血换来的。住手！全退下！爹，这小子……二柱子，我足足施舍了你18年口粮，作为大伯，算仁至义尽了。今天起，你是死是活，都别脏了我们家的地！幸好葫芦还在，绝不是错觉。这灵水如同烈火断骨，每一口都在疯狂重塑我的生机。张德厚的心思，我的大脚拇指都能看穿。只要借着这宝葫芦扛过死劫，他日必将踏平这村子，把所有人踩在脚下。可眼下这绝境怎么破？我绝不能死在这冰天雪地里！
唯一的生门，在山巅。那里有我用葫芦里的灵水催压的灵骨续命，在那里至少能有东西吃，还能捡点柴烧一堆火取暖。感觉全身剧痛，不知道是不是肋骨断了，连吸一口冷气都像在吞刀子。真想就这么闭眼睡下去。我绝不能死！这点口粮不足以逆天改命，必须多种一些。大雪封山，这漫天风雪刚好没人到山上来，不用担心被人发现。吃的问题解决了，但若挡不住这极寒，早晚会被冻成冰雕。我在这荒山砍了8年柴，地形倒背如流，前方不远处就有个避风的绝地。这个石窝沟也还不错，比住在张德问家还要舒服。这个肚子一点也不争气，每天都要吃2顿饭。听说有些牛马每天光干活，不用吃草料。还有人说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神仙，他们也不用吃饭。自己要是有神仙这种本事就好了。上元佳节，风雪依旧，整整半月搏命，二柱子硬生生用枯柴乱草在绝顶盖一个避风草屋。这片满是石头的毡脊，竟被他强行开辟出半亩生机勃勃的灵谷。二柱子如同一头不知疲倦的野兽，在田朗间疯狂收割穿梭。必须立刻把这批粮变现，去找黄万山租一块地。再拖地都被别人租完了。这座山不能久待，若是被人发现，在冰天雪地的石头山上种了这么多水稻，还长势极好，到时候谁都不会放过我。况且这荒山都是有主之地，不是谁想占就占的。小伙，这等成色的筋骨怎么出手？25文一升。这谷子灵气逼人，用来做2种绝佳。775文，每一枚铜板的重量都刻在我脑子里。这是我翻盘的第1桶血汗钱。听张德豪说，你一直闹着要分家单干，一气之下离家出走了。外面冷，快进屋坐。黄老爷，我想找你租地。他租地要是种不出粮，到时候地租都收不回来。东家把心放回肚子里，我这双手在土里刨了8年，绝不短你一粒租子的。但是现在好田早就被人租光了，连根毛都没剩下。哪怕1亩烂地也成啊！我要活命。哦，倒还有一块，不过那是刚刨出来的生石地，穷山恶水，鸟不拉屎，就怕你有宝葫芦在手，
冰天雪地的山顶上都可以种植，地处偏远的话，那正好不会被别人发现。我要地租，我会按时奉上的。地在哪儿呢？青石岭。之前山上一共开垦了1亩荒地，上面全是石头，难以开垦。你想好要的话，现在租给你。头3年地租只要5斗粮食1年。如果你能在青石岭上开垦出新的荒地，头3年免租金。我要了，现在就立字据吧。之前青石岭的地租给村里的另外一个老倔驴，在山上开荒被活活黑死了。他要就租给他，反正上面啥都种不出来。嘿嘿嘿嘿，时间不早了，干脆吃完晚饭再走吧。多谢东家。你就敞开了肚皮吃，白米饭管够。这一把要是省着点儿，每天就吃1升，起码能活小半年。等青石岭那1亩地收了，还能再收4担。可是这么多救命粮堆在这儿，万一被那些恶狼偷了抢了，我岂不是又要等死？不管了，死马当活马医。神了，倒出来的就只有谷子，一滴水都没混着。活了10几年，原来这就是能吃饱饭的重量。公半山，小子，老夫观你根骨不凡，将来必成大器。老先生，您是在跟我说话？不过你虽根骨不凡，终究缺少高人指点，恐怕将一事无成。求老先生给条活路。活路没有，先教你认字。公在长是个张，人在山是个仙。张半仙，原来您老就是大名鼎鼎的活神仙。虚名而已。小子，看你这额头下巴，原本也是个穿丝绸吃白面的命，可惜呀。要不是爹娘走得早，我家那几10亩地，怎么也能让我混个人模狗样，哪会落到这步田地？祖坟冒火了，这是居然考上了武秀才老爷。武秀才呀，见官不罪，不用服苦役，不用交税，祖宗80都跟着沾光。等我有钱了，也要去考个武秀才。呸！尿泡尿照照你自己，人家第1关就要举起500斤的石头，你这身排骨经得起压吗？张伟竟是那个差点把我踩死在雪地里的堂兄。张先生，我也要考武秀才，我要把他们踩在脚下。怎么考？交钱给官府就能考，但考武秀才得先学武。这钱烫手，老夫不赚了。老神仙，求您发发慈悲，我身上就剩这20文了，全给你，救救我！看你可怜，露点天机给你。你这命格硬得很，只要遇到高人，别说武秀才，将来怕是要翻天。老夫隐姓埋名，连仙法都会。教点凡人武功，那是杀鸡用牛刀。本看你可怜，想收你，但你一介凡俗，得懂规矩，先教拜师礼，
往后每年10两白银，10斤肥膘，2汤烈酒，1斗精米，外加鸡鹅各1只。老夫可不图你这点破烂，就是探探你是不是个忘恩负义的徒弟。那老头狮子大开口，但我不能一辈子当狗，回去得拼了命的开荒种粮，只要能交上这份拜师礼，我就能翻身。半年后，二柱子已经在石屋前谷地耕种下了大片稻田，而且地里面都种上了禾苗。除了开荒，他还用大石头修了一排石头房子，上面盖了稻草的屋顶。只要这神仙水不断，半个月就能强行催熟一茬，连种子的钱都省了。割完就浇水，烂根也能发新芽，这简直是多造化的生财之道。按现在的收成，1个月最能用粮食换来24两白银，拜师学武也绝不是做梦。明天就去河口镇，把这堆谷子全换成真金白银。不能被别人发现我用葫芦水种地的秘密。已经有足够拜师的钱了，剩下的粮食就把它存在葫芦里。现在就去拜师学艺，以后一定要成为武秀才。子孙不孝，坏了祖宗规矩，无颜以对泉下的列祖列宗。从今天开始，为师便传你绝世武学，但为师我不喜虚名，你不得向外泄露跟我学武之事。师傅放心，徒儿死也不说。你认识几个大字？连蒙带猜，大概能认个几百字吧。睁眼瞎学个屁的武功！老夫只能先教你认字。这本书乃是我老李家祖传绝世武学，就用这本书当做你识字的教材吧。夫人之一身，内而五脏六腑，外而四肢百骸。10几贯的拜师费，我多认1个字，就当赚回1个铜板的血汗钱。就算脑子裂了也不能停。听好了，先练有形者，脏腑筋骨血肉也，以有形之精微，培无形之元。不行，心里像有猫抓，越想静下来，血往脑门冲得越凶。练绝世神功哪有不死人的？你这资质太烂，3天练不成，就给老夫去熬3个月、5个月。我的钱还没把那群畜生害死，我的武秀才不能死，继续练。呕吐感没了，我的血脉里竟然生出了一丝活气。师傅真的没骗我，只要练不死，就往死里练，勤加修炼，必定能成。包子馒头，刚出炉的包子馒头。做我这一行就要善于观察、揣摩人心，从各种细节中收集信息，主动发现潜在客户，然后再引客户上钩。有时候抓住一条肥羊，就能吃上好几年，甚至获益终生。终于现在遇到个不通世事的傻小子，不但吃上了饱饭，还有肉有酒。大师，您的徒儿给您请安了。算你有心。近日那绝世武学可摸到门道了？摸到了，我感觉经脉里有气了，徒儿终于入门了。入门？那本破烂玩意儿，老夫练了半辈子，连个屁都没练出来，纯粹是拿来糊弄鬼的。这傻小子8成是想在老夫面前装大尾巴狼。既然入门了，就用你的肉掌把这块石头给老夫捏成粉。连这等粗简功夫都拿不出手，也敢在为师面前狂吠入门，朽木！老
天爷！武道一途，切忌狂妄。你那点微末度行，在真正的高手面前不过是匹夫撼树。给我滚回去死练！师父教训的是，徒儿知错了。知错就改，还不算烂透。只要你不死，总有一天能捏碎石头。回去继续抄书吧。只要按时修炼，经脉里那股暖流就在壮大。师父那么大的本事，却从来不显山不露水，这才是真人不露相。自己需要学的东西太多了。修炼之后饭量大增，一顿得吃5碗，一天吃4顿。幸好葫芦储存过的粮食不但好吃，还能壮大元气。可是，储存过葫芦的粮食跟普通大米完全不一样，以后还怎么拿出去卖？得想个办法。以前镇上有做杂耍卖大力丸的，我也可以把葫芦里的稻做成煮熟的杂耍大力丸。对。这玩意儿怎么又软又甜，只是半点药味都没有，颜色也不够深，傻子都不会信这是大力丸。管不了那么多了，先去河口镇集市碰碰运气。祖传大力丸，10文钱一粒。敢拿泥巴丸子出来骗钱？对，活腻歪了是不是？卖大力丸的哪个不是胸口碎大石？你给爷表演个头顶开砖，大爷就赏你几个铜板。苏小娥，大半年不见，你都长这么高了。二柱子哥，你瘦了，是不是又没饭吃？我去厨房找点剩饭给你填肚子。苏小娥，哥现在不挨饿了，我在青石岭垫了地，自己种粮，每天都能吃饱。听说那青石岭有吃人的蛇妖，没撞见吧？大哥还放狠话要废了你，千万躲远点儿。拿着，哥给你的零嘴儿，刚出炉的大力丸，你拿着，吃了它。呸！这黑不溜秋的是啥？一点药味没有。二柱子哥，你绝对被骗了，走，找那骗子去。别去了，人早跑没影了。集市买的杂耍玩意儿，没毒，还挺甜的。还真挺甜，越嚼越有劲儿。二柱子来得正巧，5天后跟老夫跑趟安章县城，秋粮齐了，得往县仓送税粮。东家放心，5天后我准时到。安昌县城，那才是富得流油的地方。我要把大力丸全变成银子，然后用真金白银把青石岭彻底买下来，免得被别人发现葫芦的秘密。
哎呦喂，我还当是哪家大少爷来迎亲了，这不二柱子吗？这小子越长越水灵了，也是时候娶个媳妇儿了。瞧瞧，这雏儿还脸红了。这次进城，老哥带你去按门子见见世面。各位叔伯，别拿我寻玩了，我还小，当场不着急娶媳妇儿。毛都没长齐，你懂个屁！娶了老婆才能叫过日子。张老爷早。哼，什么东西？装什么大尾巴狼？闭嘴！人家现在是见了官都不用跪的秀才老爷，咱们惹不起的。都别愣着了，敞开肚皮吃顿饱饭，吃饱了好一起去交粮。从我们身上收来的租子，大半还得像供祖宗一样去填县衙的无底洞。稍微慢一点，那帮披着官皮的活阎王就敢下乡杀人抄家。只要把气血逼到4肢，这几百斤的重量根本不算什么，反倒越推越痛快。原来是赵霸天当面，小老儿有眼不识泰山。此山是我开，此树是我栽，要想过此路，留下买路财。老东西，规矩还用老子教你吗？懂，都懂。赵霸天镇守一方，风吹日晒，护咱们斩周全。这点茶水钱，您千万笑纳。少他娘的放屁！老子就是个杀人越货的贼！弟兄们，撤！走！这赵霸天算得上绿林里的1号人物，只要把买路剑交足了，他从不伤人性命。我的老天爷！原来人住的房子真能盖得跟仙宫一样！滚！都给我走开！这些乞丐都是欺软怕硬的，就盯着咱们这种没见过世面的乡下来的欺负。刘来福，天快黑了，直接去老地方窝一宿，明天天一亮就去宜阳交差。好。哎呦，小阿哥，进来歇歇脚呀。对不住了，婶婶，我不会。二柱子，你跑什么呀？那销魂窟里可全是吸人灵气的女妖精，你这小子还挺懂礼貌。憋着火吧，等天黑了我带你去按门子，5个大女儿就可以了。拔罐还是看花柳兵？我是来买药的。老夫问你，拔罐还是看花柳兵？我没病。哼，没病你跑这鬼地方来干什么？小小年纪染了脏病还不敢认？拿去，1天2包，内服外服，20文1包。我说了我没病，我是问你这儿有没有人参。人参？你当是萝卜呀？整个鞍山县的参都被县太爷霸占了，就算抠出点参须，也被红安堂截胡了。你去红安堂问问吧。我这儿有种祖传大力丸，吃了力大无穷，你收不收？滚！拿着你的泥巴球赶紧滚！这地砖比我脸都干净，踩脏了赔不起啊！哟，客官是抓药还是看诊？我买点药材。本秀才订的培元固宝丸到货没？
张老爷，您来得巧，刚到一批，拢共才10几颗。给本秀才拿2颗。他刚才买的那什么培元固补丸，怎么个卖法？客官好眼力，那是本店不传之秘，专补气血元阳，练武之人吃了如有神助。10两花银1粒。我能看看那人参吗？这株参得要多少钱？这可是10几年的极品野山参，20两银子。哼！啊！刚才张老爷买的药丸里就掺了这宝贝。哼！20两，抢劫啊！我根本买不起，但我有宝葫芦，只要有种子，1年就能种出10年的药效。到时候这天价宝贝我也会有的。这破种子怎么卖？60文一斤。小哥，我这儿有能长力气的神药大力丸，你们这儿收吗？抱歉了，客官，本店规矩森严，外头来路不明的野药一律不收。哟，一个人去按门子回来啦？东家，你青石岭上的地卖不卖？啥？你想买？那破山上全是刮骨的石头，连滴水都没有，你买去做什么？东家，反正那地全都是烂石头，种不出好粮，不如卖给我，让我有个落脚的地方。那不行，就算再烂的地，也是留给子孙的根基，哪能卖给你？怀揣宝物，却连一块立足的保命地都争不到，看来只能咬牙去靠武秀才，拼出一条活路了。急什么急？都给我老老实实排好队！今日收粮结束，明日再来。没办法，关老爷规矩大如天，好不容易排到这儿，今晚大家只能在风口里委屈一夜了。正好，我能趁着这空档再去碰碰运气，推销大力丸。看病还是抓药？你是这儿的郎中，劳烦您帮我长长眼，看看这个。此物味甘性温，能强健脾胃，大补气血，这可是难得的上等好药。我手里还有些这样的丸子，想换点银钱，不知大夫收不收？收！好东西绝不嫌多，有多少我要多少。你也整粒吃吃看，越嚼越香甜。这药效的精纯度，简直跟我从前吃过的西汉灵物不相上下。果然是好东西。你想卖个什么价钱？3文钱1粒，这价钱不太通情理吧？他能答应吗？成，没问题。答应的这么痛快，我这嘴怎么不狠点儿？早知道要4文钱了。总共285粒，30文钱1粒。30文1粒？怎么？你想卖300文？你这药虽好，但也没那个天价。县里最贵的药卖10两银子，我顶天只能给你50文1粒，行不行？行，可以。285粒，1粒50文，合14两，外加250文。有活路了！葫芦里还有100多担谷子，全搓成药丸，我也许能成村里最有钱的人。不对，得忍住。他是种田学武，暂先把青石岭彻底买断，再讨个本分媳妇。刁民根本没满，没满，继续加。
二珠子，你疯了！这么乱花钱，年底拿什么续命？趁热赶紧退回去，大不了叔帮你求求情。来福叔，您别操心，我攒了不少干菜，冬天饿不死的。咱们是不是快到白天那个被劫的山道了？怕什么？赵霸天收了钱，讲规矩，一趟镖绝不劫2次。前面可是赵霸天当面。他就一个人，大伙并肩子上，弄死他！杀人了，快逃啊！二柱子，救我一命！救我！青石岭那块破地我卖给你了。快逃！那杀神要追上了！撑不住了，静脉里那点气快被抽干了。老爷，您千万挺住，大夫马上就到。好丧什么？我还没咽气。哎呦！万一这老家伙没力自举就咽了气，那价值60两白银的3亩地岂不是全打了水漂？二柱子，你替我挡了灾，石窝沟那3亩地，往后就是你的安身立命之所。大恩不言谢，多谢东家赏命。我再给你2条通天大路，任选其一：一是把我这二丫头许给你，再陪嫁20亩上等水田。爹，这第2条路，整座青石岭作价800两死契卖你，每年只收你40两，分20年还清。要二闺女还是要荒山，你自己选。娶了她，便是锦衣玉食。可县城走这一遭，我算是看透了。再有钱，也得给那些带刀的磕头上供。我必须死死攥住一块只属于我的命脉基业才行。东家，我要青石岭。你不识好歹！有种！今儿青石岭归你，但规矩定死，每年40两，少一文不行，多一文不收。等我下了地，便去县衙按手印画押。从今往后，这整座山峰就是我安身立命的地方。这肉苁蓉怕是被那黑心药铺骗了，全成了死种。这就是肉苁蓉，短短2月竟长得犹如蛟龙出海，入口甘甜却暗藏苦涩。管它有多霸道，先收进宝葫芦里淬炼几日，再见分晓。武藏像要烧穿了，这火压不住。19年了，还有黄万山家那风雨的黄灵儿，真要命！真见鬼！药劲儿太猛，差点把这肉身给撑爆了。
这难道就是书中摸不着边界的境界？灵气入体，我竟然破境了！难怪这葫芦能起死回生，原来里面装的是逆天的灵气。我必须下山去找师傅学点真东西，弄套夺命的刀法傍身。柱子哥，柱子哥，你也来刨石吗？我跟你说，西湾田那座死坟后面还藏着一片没被人挖走的嫩芽呢。哥不去抢那些，我要去镇上一趟。你缺什么物件，哥给你带回来。我不要，你一个子儿也别乱花，惹急了这鬼老天又要饿死人的。依你，哥不会乱花钱的。这如炼狱般的世间，或许只有这丫头算得上我唯一沾点血脉温度的亲人。这位小哥，我看你骨骼惊奇，面带腾飞之相，只可惜10几天连个铜板都没骗到手，这世道的人心真是越来越滑头了。师傅，你来了，近日苦练有什么结果没有？徒儿感应到真气了。那本烂大街的瞎编口诀，这傻小子竟真练出名堂了。哦，你是如何感气的？细细说与为师听听。就是今早吐纳时，忽然察觉周遭有无数五彩斑斓的光粒，顺着呼吸直往经脉里钻。马马虎虎，切记人外有人。你且拿起桌上这块石头，再捏碎试试。师傅，我还是捏不碎。不知我这辈子能不能练出师傅这等恐怖手段。莫要灰心，只要你死心塌地学到为师的一分皮毛，拿个5秀才易如反掌。师傅，我想练刀。那天夜里那杀手的刀法太骇人，一刀断头，干净利落。刀法粗野，不过是屠夫行径，怎敌得过剑道凌厉？为师便传你几手剑招，剑道万变不离其宗。你带着这基础剑士回去，每日雷打不动，死磕1000次。谢师傅赐教。对了，我刚在集市碰运气买了这东西，人家说是肉苁蓉，请师傅给徒儿看看。竟真是极品肉苁蓉，这玩意儿只长在绝地荒漠，难道是哪路商贾落下的？为师近期正在熬制秘药，这东西刚好合用，只可惜还差一坛烈酒做药引。师傅放心，下次来，徒儿必给您奉上好酒。真香，只有天天吃肉，把身体填实了，才有力气好好练武。力气翻了几倍，却还是做不到把石头捏成粉，我还差得太远。还欠那黄老财40弟弟钱，这次进城换了银子，一定要给自己买双能护脚的新棉鞋。一到冬月，便多了许多这样的人。若不是老天爷赐了那只宝葫芦，我早就消失在这荒野里了。还在活着。小子，阎王爷不收你，你活过来了。拿着这些粮，省着点吃，往后就看你自己的造化了。这么冷的天，这帮贼寇还挺敬业，几十文钱都够割1斤上好猪肉了。想从我手里扣钱，门都没有。秀总，找死！
可算把你盼来了，老朽等得望眼欲穿啊！这么迫不及待，就不怕我趁机狮子大开口？上次那种大力丸还有货吗？这回带了多少辆？放心，给你带了。这等规模，我全要了！5000多克的量，老规矩，照着上次的行市走。得嘞，总计5695粒，单价50文，折数284750钱。图个省事，凑个整，285两白银，成不成？痛快，就这么办。我这儿还有2款威力加倍的狠货，掌柜的长长眼。凭我的经验，这药力确实霸道了不少，但主攻何种功效尚拿捏不准。各50克，总计100粒，凑足6两纹银。总计白银219两，小兄弟过目点清。图个省事，凑个整，285两白银，成不成？痛快，就这么办。成，记住了，我叫张二柱，有货必定优先照顾你。足足200多两，买10亩上等水田都不在话下。我现在瞧路上的一条狗都像劫匪。今儿个咱也阔绰一把，进去开开眼界。哪来的叫花子？轰出去！我是来投诉住店的。住店？呸！你撒泡尿照照，这是什么地界？住一宿要2两雪花银，你掏得出来吗？放你这种泥腿子进去，惊扰了里头的贵人，你拿命赔！瞎了你的狗眼！大头银票全塞葫芦里藏死了，这包袱里就装了点碎铜板。走在这大街上，总算是踏实了。哎，后生，瞧布料还是量体裁衣呀？想整双鞋穿，拿现成的对付就行。尺寸正合适，里头也热乎。可转念一想，我满打满算才18岁，个头还能往上窜，1两银子砸下去，穿个1年半载就顶脚，太败家了。不成，这号几脚？拿那双最大号的来。城里这些有钱的老爷们是真懂得享福，套个鞋还得先裹层袜子。哼！客官，咱这铺子什么趁手的家伙事都能打，您相中哪种路数的？我需要一把压手的重剑，分量底线起码得10斤往上。这把是纯金刚反复捶打的，死重11斤2两，不贵，就收您4两雪花银。就定它了。剑鞘配一个不？上好的木料，再加200文就行。没必要。可算是把家当置办齐全了。爹，您快看看！毛毛躁躁的，成何体统？爹，您过目瞧瞧这几罐刚收上来的铜板。没走眼，这绝对是传说中的百炼铜晶。足足100斤生铜才能熬出这么1小两精魄，
究竟是哪路手眼通天的神仙，竟奢侈到用百炼铜晶来浇铸最下贱的铜钱？查清楚没？这钱是从谁手里流出来的？毫无头绪啊，爹！今儿铺子里进项流水太大，我也是刚刚盘账才摸出不对劲儿。把嘴闭严实了，绝对不能走漏半点风声。没有我的命令，谁也不许轻举妄动。哇，真好看，专门买给我的。那还用说，我一个大老爷们又用不上这玩意儿。树子哥，往后别再这么破费了。村西头的三豆子昨生生饿毙了，你赶紧拿去退掉，这点心不合胃口。放宽心，黄文山已将青石岭的地契转手给我，还需我慢慢偿还。当真？我大哥眼馋那片荒山许久，黄云山硬是咬死不卖。差役怎会登你家的门来抓人的？村里谁犯了官司？黄万山的长子惹出了人命，苦主一纸诉状告到了县太爷那儿，官差进村拿人，顺道过来找张威叙旧情。黄家摊上大事了，我得赶去瞧瞧，我还欠着他几百两的饥荒呢。黄老爷，二柱啊！黄老爷，稳住神，难关总能熬过去的。我这还欠您800两，要不我想个法子，提前把这账全结给您应急。不可，断然不可！规矩不能破。每年40两，分20载还清。明日一早，咱去县衙过堂盖印。好吧，听您的。进去吧。多谢差爷，多谢差爷。面对讥讽呵斥，他那谄媚的笑脸仿佛焊死在脸上，阴森死牢里。他足足散了16次财，说了106句多谢谢。爹，我真没杀人啊！那个叫花子往我的肉馄饨里吐浓痰，我气不过才搡了他一把。救我出去，他们下死手打我，断绝水米，还逼着我验你一把。青天大老爷，您高抬贵手，给口活命的饭吧。黄老爷，若是手头实在周转不开，我这儿还有些积蓄，能先借您救急。往后就改口叫黄叔吧，借债就算了。你若手头宽裕，青石岭底下那50亩上等水田，我也一并传手给你。老黄家祖祖辈辈拼死攒下的家底，彻底保不住了。在官府那群吃人的豺狼面前，咱们连只蚂蚁都不如。二柱，日后发达了，拼死也得考个武秀才，功名傍身啊！二柱子如今已将整座青石岭收入囊中，连带着山脚下50亩肥沃水田。但他心里跟明镜似的，若是没有足够强横的武力护身，敛下再多金银，也只是待宰的肥蚁。他暗下定决心，往后所有心血与钱财全部砸向武道，是要考取武秀才。好霸道的药劲儿，这一刻抵得上连吃半个月的人参炖肉了。真气冲天突，月重楼，只管惠民。好霸道的力量！
这就跨入第2层境界了。还是差攻后。我终于练成了！师傅，我练成徒手碎石了。扯淡吧！那几本破烂玩意儿，除了让人多干2碗白饭，根本毫无用处。进境怎会如此神速？你当着为师的面将此石捏碎，验验真假。莫非老夫随手捡了块脆泥巴？尚可，能勉强碎石，算你初窥门径。只是光凭一身蛮力，终究少了3分5道火候。师傅教导极是，徒儿这点3脚猫功夫，在您老面前，就如同那个什么萤火虫跟大太阳叫板。那套基础剑式进展如何了？弟子如今已能抡着60斤的铁剑走招式了。60斤，这还是人吗？待你能自如驾驭100斤重剑之日，为师便正式传你无上剑法。退下练功吧。破书上写10斤重剑即可入门，老夫非给你飙到100斤不可！剑招纵越1尺，老夫统统给你改成拔高3丈。我倒要看看你这回怎么练得成！师傅，100斤重剑弟子已经驾驭自如了。你当真拿得动100斤大剑？把你背上那玩意儿卸下来，让为师过过目。这铁器落地，掷地有声，掷地尚可。你自己把它收起来吧。师傅，您给长长眼，我这刺激路数对不对？徒儿总觉得发力有些生涩。您能不能亲身示范一番？免了，为师早登无剑胜有剑的画境，区飞花摘叶，皆能杀人于无形。10丈之外斩落敌手，如探囊取物般容易。这等粗鄙的基础剑式，岂不是脏了为师的双手？你的根基已牢，今日为师便将这套镇派祖传剑法倾囊相授。多谢师傅栽培。这剑招竟要人凭空旱地拔葱飞起2、3丈，我连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了，顶天也就蹦个1丈来高。还有这事，咋可能隔着1丈多远扎到人？真不愧是绝顶神功，这修炼门槛简直高得离谱。是在官道上劫杀过我的那个蒙面杀手。敢杀我的鹅，这可是一只好几百文的活钱！你这混账，像猴子一样上蹿下跳的，这还怎么打？简直是头怪物！真香，这肉质比京排骨还过瘾。多吃点好料，早点贴标长肉。这剑法算是彻底卡壳了，目标一乱窜我就抓瞎，看来必须得再去一趟县城，多搞点培元固本丸，强行冲关。
二柱子老弟，可把你盼来了，怎的拖了这么些时日？你瞧瞧，老朽这头发硬是生生愁白了一大片。实在对不住，手头有点死记住给绊住了。寒暄免了，那批加强版的大力丸，这次弄来多少现货？足足6100颗，单价按80文，总计488两现银。老弟可是帮了大忙。走，今晚老哥做东，带你去吃顿好的。去，把你街角的那些玩伴通通换来。好嘞，多谢大善人。走着，咱哥俩少点一道下酒菜，省出的油水就够这群苦命娃多活好几日了。全是无依无靠的孤儿。这富贵公子哥心肠倒是出奇的善。哎呦喂，竟是司马公子大驾光临，您快里边请。奴家给两位贵客请安。听闻贵楼得了极品百年鱼腰鲜肉，直接上2份尖货。二柱子老弟想挑点什么？给我来一大盆炖烂的肥猪肉。解馋，可惜比不上我自己锅里炖出来的灵气足，吞进肚里软绵绵的不长力气。此乃世间罕见的百年鱼粥颈肉，可遇不可求。老弟，快尝个鲜！好霸道的鲜味，竟藏着如此浓郁的灵气。我那葫芦蕴养的猪排骨，灵气厚度怕是跟这百年妖肉不相上下了。这鱼腰最肥美的，全进了县太爷肚子，剩下的边边角鳞刺，被洪安堂重金收去入药了。老哥跟洪安堂攀得上交情。我想扫一批培元固本丸，连跑几趟都碰了帮。哼，需要多大的量，包在老哥身上。若是陆子野能拿到底货，这里头的现银全砸进去换药。足足18两雪花银，够买下好几头大肥猪了。那塞牙缝都不够的破玉片，居然敢要价5两！你要的培元聚宝丸全在这儿了。总共49颗，你那大力丸若有存货，尽管往我这儿送。多谢老哥，缓些时日，我必定再带好货登门。这位爷，今儿个想寻把什么路数的神兵利器？给我现打一把重剑，分量必须吃足120斤。妥了，爷。要不要往里头掺点百段铜精，千锤百炼出来的，自带仙家灵气，100斤生铜才熬出1斤。仙家灵气，那玩意儿什么价码？不多，1斤成功200两纹银。免了，就拿最糙的反铁给我硬住。手感正合适，居然是传说中的百炼银晶，没看走眼，纯度极高。这玩意儿的黑市身价保底是寻常白银的10倍起步。爹爷爷，那泥腿子这会儿绝没跑远，咱们要不要趁机下黑手？闭嘴！那小子单手抡起100余斤的铁疙瘩，跟耍烧火棍一样轻松。今儿谁敢踏出铺子半步，我打断他的腿！此路是我开，此树是我栽。喂，臭小子，今儿个怎么不仗着跑得快硬闯了？正好借你的骨头
替我试一试新建的金量。嘿呦喂，看来你是王八吃秤砣，铁了心找死！弟兄们都退下！大爷，我今天非得活劈了这蠢货！这句不作算，纯属是我这刀质地太刺舌了。随便你换什么兵刃，继续。今儿大爷我碰巧饿了没力气，先回山寨用膳，明日再取你狗命。撤！就这点本事，还打不打？又到了颠户割肉交租，地主向官府上贡的时节。如今我也算熬出头，从苦哈哈的佃户摇身变作收租的地主了。东家，上缴县衙的粮食都过秤备齐了。成，咱们这就动身。此路是我开，此树是我栽，要想过此路，留下买路财。二东家，这帮活阎王惹不起，咱们是不是得破财免难，向赵霸天表示表示？言之有理，咱们今天必须得好好的表示表示。赵霸天，好巧啊，咱们再来切磋一场。哎呦喂，我这肚子突然绞痛，8成是昨晚吃坏了东西要窜稀。那边玩了。别跑啊！我发誓，这回下手绝对轻一点。这可是秀才老爷的车驾，瞎了你们的狗眼也敢拦？噗！秀才算哪根葱？咱们赵霸天当年还是堂堂武秀才出身呢。少废话！只要打这条道上过，天王老子也得留下买路财。你拖着这么长一溜满载的独轮车，就拿这点碎银子打发叫花子呢？莫要得寸进尺，欺人太甚！明摆着告诉你。大爷，我今天心情极度恶劣，你最好老老实实破财消灾，然后立马滚蛋。东家，大事不好了！您看这官府的告示，今年凛冬，您得被强征去服兵役，发配到西南边陲去修筑抵御妖鬼的城墙。那鬼地方去了的人，向来是10死7生啊！王贵，你门路广，能不能替我寻个人代付这趟差役？我愿出20吨精粮的重赏。东家此言当真？真舍得出20吨的天价？东家，甭去外头寻摸了，这差事我替您扛了。王贵，这可是随时会掉脑袋的苦差。你今年田里收成不差，何苦去挣这份卖命钱？东家您是有所不知，交齐了官府的户税、人头税、入山砍柴税，我那一家几口人只剩下区区无皱的过冬粮。我这把老骨头都40多了，若是这条烂命能换回20吨救命粮，不去那才是真傻子。倘若命大能活着回来，那可就是白捡的造化。若是换做2年前那个饭都吃不好的我，面对这等绝境，只怕也会毫不犹豫地踏上这条死路。一定要拼死活着回来！下半天终于凿开了，成功踏入第3层境界。如今我轻身1跃，便能拔高2丈，可那坑爹剑谱上竟要求纵跃3丈，隔空刺中1丈外的飞蚊，这纯属天方夜谭啊！明日必须去找师傅问个明白。师傅，徒儿实在愚钝，
我这胳膊加上健身，满打满算也就5尺来长，怎可能碰得到1丈开外的火把子？只懂用肉身蛮力的莽夫，自然犹如井底之蛙。此等绝学，必须将修为真至真气外放的化境，届时10步之内杀人于无形之中。徒儿还是云里雾里，恳请师父屈尊亲自演示一番。破！哎呦，我的亲娘嘞！疼死老汉啦！活神仙饶命啊！这下看清门道了吧？完全没看清啊！看不清就对了。真正的绝顶真气，无影无形，触之即死。罢了，为师破例在近距离为你点拨最后一次，把眼睛瞪大点儿。你目前功力尚浅，这等高深莫测的仙家手段难以窥破也是常理。自行回去慢慢闭门参悟去吧。多谢师傅点拨，徒儿彻底悟了。让真气冲破肉身皮囊的枷锁，撕裂经脉的重重约束。穴位，关键在手接引心包经的死穴——劳宫穴。乖徒儿，二柱子，你中邪了！这疯小子到底又悟出门什么邪门歪道了？老夫刚才不就是扯了几句行走江湖的万金油套话吗？这路数跟师傅刚才演示的完全是两码事啊！莫非是我参悟的法门走偏了？这他娘的绝对是活神仙的法术！张半生，这买命钱打死我也不敢收了。狗屁仙术，那就是江湖跑单帮的障眼法。拿着钱赶紧滚！若是敢在外面乱嚼半句舌根，老夫发功让你永世不得超生。师傅，徒儿这般粗暴，算不算摸到了真气外放的门槛？简直是块冥顽不灵的朽木，哪有像你这般粗暴泄气的？我像一头发了疯的野牛，哼，哪有半点仙家高人的超脱风范？真正的绝顶高手讲究的是内敛自如，收发由心。多谢师傅当头棒喝，徒儿又领悟了。这傻仙到底又悟出什么要命的绝招了？站住！睁大你的狗眼看看这是什么地界！衙门种地也是你这种泥腿子能乱闯的？乡下土包子一点规矩都不懂，滚出去！我是来应考的，我要报5秀才。哼，就你这副穷酸样也配？你连考什么科目、走什么章程都摸不清吧？没错，我就是两眼一抹黑，这才特意跑来向衙门打听打听。找死！连个屁都不懂，也敢跑来消遣本大爷？有屁快放！要打听什么名堂？我就是想弄清楚，考这5秀才到底去哪儿报名，都要考教些什么名目？我急着要报上名。报名倒是容易，你拿着自家的户籍名册，直接进衙门大堂就能录名字。户籍名册，那玩意儿得到哪儿去办妥？除了这名册，还需要备齐别的物件吗？哪来这么多废话？不懂的滚回村去问你家大人。哼！乡正大人可是个正经的读书人，身上挂着文秀才的功名。待会儿见了面，你务必学着点斯文人的做派。记下了。
哼，你这破纸不顶用，得先去县太爷那儿过堂盖上大印。你田里的租税可曾缴清了？早缴清了。这上面连个眼税的官印都没有。你这后生倒还懂得些人情世故。联名宝剑的帖子呢？什么宝剑帖子？你连这等常识都不懂，还跑来凑什么热闹？赶紧滚回乡下，老实跑你的黄土去！大老爷行行好，求您大发慈悲，给我指条明路吧！大印朝廷铁律，不论考文考武，必须得有3名在册的秀才联名写下宝剑信，否则连站进这考场的资格都没有。什么？大老爷，若是实在弄不到这举荐信，衙门里可还有什么通融打点的暗门道？绝无可能！这是圣上亲自定下的铁律，谁敢乱动，就是满门抄斩的死罪！二柱老弟，你上次交代要的培元固本丸，老哥我早就替你节流换好了。哦，这段日子被些烂摊子缠得脱不开身，险些把这买药的大事给忘在脑后了。究竟是何等大事，能让你连这救命的培元固本丸都抛之脑后？这可是价值好几百两雪花银的真金白银。你要是再不露面，老哥我可就全盘私吞了啊！唉，竟是些让人急火攻心的烦闷事。你这几年可是帮了老哥天大的忙，正愁找不到机会好好答谢你一番。今儿个我做东，咱们上鸿雁楼开个雅间，痛饮一场，正好借着酒劲儿倒倒你肚子里的苦水。使不得，这太破费了。二柱老弟，你是有所不知，我族中一位长兄吞了你那批神药后，修为一日千里，眼下正厉兵秣马，准备冲击武举功名呢。冲这份恩情，必须得好好谢你。你家长兄竟是秀才老爷？嗨，算什么老爷？不过是个只会舞刀弄枪的普通武秀才罢了。司马大哥，那你手底下认识的秀才多吗？倒也不算太多，光我司马一族里就出了8个秀才。县城里还有几个常来往的秀才朋友，林总总加起来，也就认识个1、20号人了。司马兄，我的亲大哥，小弟有一桩天大的难事，求你无论如何得帮我一把。有事直说，只要老哥我办得到的，绝对赴汤蹈火。事情是这样，进贤官军所上司吩咐我的继承道。你说的那个贪得无厌的书吏，是不是长着一张极其欠揍的歪嘴？正是他，这个陈歪嘴真是愈发胆大包天了，看样子是皮痒欠收拾了。联名宝剑书的事，包在老哥身上，明天就能替你集齐，后天一早，老哥亲自压阵，陪你再去那学政衙门走一走。司马公子，您赶早，快里面请。
老14，你可算来了！瞧你这满面红光的得意样，定是给我淘动到什么绝世好药了。嘿嘿嘿，昨晚在黑市鬼混，还真让我截胡到一株品相极佳的老山参。这药灵少说也有20个年头了。这株老参的成色果真霸道。为兄已经隐隐感知到任督二脉的真气鼓胀充盈，只要将这株老山参的药力彻底化开，必定能一鼓作气，开辟出气海丹田。这任督二脉充盈，你这就快要踏碎门槛，跻身炼气3重的大境界了。这还得多仰仗你这段时日帮我搜罗的这批极品药丸，不仅造价低廉，药效更是出奇的狂暴。我说小易啊，你这根骨真就铁了心不碰武道，不去那武举场上挣个功名？打死不去！我的毕生宏愿是悬壶济世。做个名满天下的神医圣手。荒谬！学那点医术能救几个世人？简直是暴殄天物！白白糟蹋了你这身旷世罕见的大好天赋。行了行了，今儿个不扯这些修炼的破事儿，你赶紧替我搞定几份武秀才的联名保荐信，我一位生死弟兄急等着用。姓名和户籍地全在上面了。小事一桩，你在这太师椅上稍坐片刻，为兄去就回。哼，给我站住！我是堂堂正正进衙门应考的，你一条看门狗也敢阻拦？算你狠！出事！去！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，拿回去！没看见本大爷为了公干劳碌了一整日，连口恶茶都没顾得上喝一口吗？哎呦喂，司马大公子，您这尊真佛怎么亲自降临了？有什么差遣，随便打发个跑腿的下人过来传个话，小人感不尽心。我倒是有所耳闻，你这衙门口的规矩大得很，不砸银子就休想办事，甚至砸了银子也照样卡着不办。哼，本公子可没这等通天的面子。程歪嘴，你听好了，你仗势敲诈勒索来的那几两碎银，不过是你多去勾栏瓦舍里喝一顿花酒，打赏一回姚姐的脂粉钱。可你这猪脑子有没有想过，这几两碎银子极有可能就是那些贫苦百姓倾家荡产凑出来的活命钱。断了这几两银子，他们一家老小就要上吊饿死。公子教训的字字珠玑，小人知道错了，日后一定洗心革面，本分当差办事。那你还在这儿像根木头一样杵着干什么？
还不赶紧给我这兄弟盖印办差！张老弟果然是一表人才，人中龙凤。先前是老哥我有眼不识泰山，多有得罪。老弟日后若有闲暇，千万别跟老哥见外，随时来我这儿喝茶叙旧，这衙门大门永远为你敞开。张大爷，小人有眼无珠，这些银钱您收好。日后大爷若是高中了武举功名，还期望能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多多提携小人一把。司马公子，今日之恩，没齿难忘。实话告诉你，老哥我平素最厌烦的就是跟这帮官衙里披着人皮的酒怪打交道。这帮狗东西对上面那些达官显贵摇尾乞怜、阿谀奉承，对下面这些无权无势的平头百姓便獠牙毕露，吃人不吐骨头。还是我那老本行自在，守着间药铺，悬壶济世，治病救人，压根不用去瞧这帮贪官污吏的丑恶练练，凭手艺赚钱自己花。我司马懿赚进腰包的每一个铜板都干干净净、清清白白，自己赚的干净钱花在身上，心里头才真正觉得踏实、硬气。前面那小子，给我站住！就问你一句，这种成色的铜钱和银两，你手里是不是还有私藏？这些被葫芦温养过的钱沾了更浓的灵气，莫非被这胖子看出破绽了？就算被识破，我也绝不能松口承认。我兜里早就比脸还干净了。再说了，这钱不就是普通的铜臭物，能有什么稀奇的？臭泥腿子，别在这装穷充愣，老老实实交代，这些银两打哪儿来的？现在全藏在什么地方？你再稍微忍一忍，咽了气儿就不痛了。小杂种，你下手好生毒辣！这厮的身手可比那赵大王强出太多了，拿来当试剑的活靶子简直完美。好狠的小子，果然藏着几分真本事。老子今天险些折在你这阴沟里。不过你空有一身蛮力，终归只是个上不得台面的武夫罢了。今日就让你见识见识，什么是真正的修仙仙法。人悬半空，根本无处借力，只能赌一把那招风刮不透了。嘿嘿嘿，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，仙家法术的玄妙，岂是你这种凡间蝼蚁能撼动分毫的？你这怪物竟也是修仙者，道友手下留情，这全是一场天大的误会啊！我也想停，可我这真气它受不住啊！你死定了！你竟敢杀到玄宗的高徒，你惹下滔天大祸了！看样子你知道的内情还不少。别装死，把你知道的那些破事儿，一五一十全吐出来。祖宗饶命！别杀我！我都交代，我把知道的全交代了。师傅，您老人家走南闯北，可曾听闻过一个叫道玄宗的门派？出什么事了？你小子千万别去招惹那帮煞星，那可是要掉脑袋甚至诛九族的死罪。这是为何？这天下所有的修仙宗派都必须在官府拿到铁券批文，才能在指定地界开山立派。
凡是没在官府名册里挂号的野路子，统统被定性为大逆不道的邪教。这帮邪教不仅无视朝廷法度，还敢在暗地里私传修仙秘法。官府的态度向来是宁杀错不放过，抓一个砍一个。私传仙家功法可是凌迟的大罪，像我这种江湖骗子，若是被官差逮住，绝必是要被拉去菜市口砍头示众的。谁他娘的能料到，老夫随手涂鸦的破烂功法，竟真让这傻缺给练出名堂了。师傅，还有桩天大的喜事儿没顾上给您报喜。徒儿我已经顺利在衙门报上名了，这就要下场去争夺武秀才的功名了。什么玩意儿？进展怎么可能这么快？徒儿就是想去碰碰运气，万一祖坟冒青烟考上了呢？要命了！这二愣子要是真跑去考场上显摆，绝对会被内行一眼看穿老底。时候牵连下来，老夫就算长了10个脑袋也不够砍的。必须趁着傻子还没回过味儿来，再狠狠割他最后一茬韭菜，然后连夜卷铺盖跑路。二柱啊，为师夜观天象，近期恐需出山云游一趟啊！师傅这节骨眼上要去哪儿出云游？何时才能归来？为师需前往那极寒的昆吾仙山，寻觅几株逆天改命的仙草。此去山高路远，短则3、5载，长则10数年方能归来。你留在俗世，务必好自为之。徒儿切记，日后就算你真将这绝世武学修至大成，也切记不可张狂，绝不可轻易在凡夫俗子面前显露真本事，更不可对外人吐露半句为师的名讳。为师我一生视功名利禄如浮云，最厌烦被世俗那些琐事纠缠打扰。徒儿谨记师尊教诲。可是师父，您这一走音信全无，日后徒儿若是修炼上出了岔子，该去寻谁指点迷津啊？罢了罢了，念在你我师徒缘分一场，且你一片赤诚之心，苍天可见。老夫今日豁出去了，宁可违背祖师爷留下的铁律，也要将这套正派功法和盘托付于你。多谢师尊厚恩。只不过嘛，这老祖宗传下来的衣钵绝学，若是就这么平白无故的赠予你，不仅坏了规矩，也是大大的不孝啊！徒儿懂了，师傅的意思是还得交上一笔拜师钱，敢问需要多少数目？胡闹！咱们这等超脱世俗的师徒之间提钱，岂不是脏了这片净土？你只需凭着本心，稍微表示一下你的孝心与诚意即可。师父明鉴，徒儿实在驽钝，您给交个实底。大概拿出多少两白花花的银子，才算显得我的诚意足够深沉？哎，这等沾满铜臭的黄白之物，留在身上只会败坏修行者的清气。你也别太破费，随便掏个100多两足银，意思意思，走个过场就行了。师父，您老人家仙风道骨，万万不能被太多俗气污染了仙根。徒儿精打细算，1分不多1分不少，正正好好拿了100两整。包裹里剩下那些烟杂的污秽钱财，就留着让徒儿自己去承受反噬吧。为师这里还有一块祖上代代相传的极品玉佩，干脆一并留给你做个随身念想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祖传的宝贝是万万不能随便白送的。徒儿门清，这回又需要徒儿展现多大分量的诚意？所谓宝物有价，情义无价。这等稀世奇珍放在从前，旁人就是砸出50两真金白银，老夫也是绝对不卖的。这就50两啊！这下算是彻底断了念想，再也不用提防有不开眼的毛贼顺着崖壁爬上来偷窥我的秘密了。今日多谢司马少爷引路，省省吧，我不过是拗不过我兄长的面子，勉强跑个腿罢了。司马东，那泥腿子是你家亲戚？你怎么把刚从田里拔出腿的庄稼汉给领到这考场里来了？别恶心我，我压根不认识这土包子。
是我那14哥发了邪火，非逼着我带他进来的。哼，真是世风日下。什么时候这武秀才的门槛被踩得这么烂了，连扛锄头的泥腿子也敢跑来做白日梦？大周王朝安昌县武秀才大考此刻开榜，首轮举石验力。坏了，我这动作是不是太野路子了？万一考官鸡蛋里挑骨头，判我动作不达标咋办？这叫剑，细得跟大户人家绣花用的针一样。关键是跳得跟个癞蛤蟆似的这么矮，居然也能混到甲上的极品分数。这衙门评判剑法的眼光到底是不是瞎的？此等怪异的后生，是你们当中哪位大人的家眷子弟？这就奇了怪了，既不是官家子弟，这穷乡僻壤的，谁有这般通天的手段，能砸出资源培养这等不可多得的少年奇才？这才多大岁数，一身内力竟已达到了恐怖的炼气3层。县尊好眼力，果真是极其扎实的炼气3层修为。这到底是打哪儿冒出来的邪门小子？藏的也太深了。凭什么？我费了这么大劲才给个乙中。本官司马刚乃是这届科考的总主考，看在你这后生根国极佳，修为还算凑齐的份上，本官与4位同僚几经权衡，这才破格勉强给了你一个乙中的及格分。另外，你恶劣地损毁了朝廷重地极品青石地传，现责令你当场赔付白银100两修缮费。小子，别藏着掖着了，拿出你吃奶的劲，全力攻过来吧！我倒要看看你这副身子骨能在我手底下撑过几个回合。要出人命啦！大老爷，对不住啊，我真没想下死手，下次我保证极其小心，绝不这么莽了。大考不可废，经5位主考慎重的合议，本组考生2柱子实战考核成绩判定为极其优异的甲上。2柱子听判，因你出手不知轻重，致使本朝考官遭受严重的内伤，现命你迅速赔付白银100两做汤药费，你可有半句怨言？学生认罚，绝无半句异议。那名主考分明已是接近炼气门槛的半步修仙者，竟然被这2柱子荒谬的一剑拍晕，满打满算不过2年光景。这泥腿子怎么可能爆发出如此恐怖的战力？这背后必然藏着害人的隐秘。这老参在葫芦里温养过，万一碰到懂行的老手，算出真实的年份，肯定会招来杀身之祸。老天爷，可算找着你了！我大伯指名道姓要见你一面。
女大伯就是大考那天那个八字山羊湖的考官。那是县尉老爷，他找我干嘛？放宽心，就是叫你过去随便聊聊。成吧，你先把这批大力丸点点数。喏，这株野山参送给你了。好嘞，谢了老弟。大伯，张二柱带到了。这城里的女人简直嫩得离谱，一看就干不了砍柴烧火的粗活。你们都先退下。你就是张二柱？回县尉大老爷，小民正是。这泥腿子的剑法耍得跟跳大神似的，但那恐怖的爆发力却惊世骇俗。放眼年轻一辈，竟无一人能比得上此子。你这身底子打得还算凑合，只不过修炼的套路简直是一塌糊涂。完全是瞎猫碰死耗子。你这身本事究竟是师出何门？大老爷恕罪，家师早有严令，绝不许向外人吐露他的名号，还望大老爷海涵。既然你有难言之隐，本官便不强求。但是私传修仙秘法，可是掉脑袋的重罪。不过看在你资质还在不错的份上，若是日后能有名师悉心教导，将来必能大放异彩。考取武举人也并非痴人说梦。老夫举荐你进入正武堂做教习，顺便精进武艺，你可愿意？小民100个愿意，叩谢大老爷栽培之恩。行了，你先去吧。你昨天给我的那种人参，手里还有没有货？我可以出高价购买。没有了，那一株也是偶然得到的。张兄弟，你可有婚配？没有，你问这个干嘛？是这样的，我有一个堂妹，跟你年龄差不多，便想着给你们俩撮合撮合。我年纪还小，暂时不想娶媳妇儿。该死，这上头绝对藏着极其惊人的大秘密！你小子给我等着！只要你肯拜入道玄宗门下，真正的修仙秘法任你挑选。官府那帮老爷只会拿你当挡箭牌。谁在说话？你躲在哪儿？秀才老爷，请您上马游街。恭喜恭喜，张兄弟真是年少有为，前途无量啊！我在这世上受了10级宰猪狗不如的苦，直到今天才知道，原来我在这世上还有这么多极其热心的朋友。哎呦喂，
是咱们家的二柱子呀！我张桂兰可是打小就一眼看出来，你是个极其有出息的好苗子，真不枉我当年含辛茹苦的拉扯了你10几年啊！这张桂兰当年处心积虑想弄死我，现在竟然还能装出这么一副极其不要脸的嘴脸，恶心！你大伯听说你考中了极其光宗耀祖的秀才，别提多高兴了。今晚务必到大伯家来吃顿热乎饭。多谢你的好意，我离山多日，必须立刻回青石林查看。苏小娥，我在县城给你挑了个极其精致的小玩意儿，留着玩吧。谢谢二柱哥。有人来过，我下山不在，这满山极品药材绝不能便宜了外人，得给这群看门鹅下点猛药。可惜这烫手山芋，现在万万不敢拿去城里变现。有这帮凶神镇宅，看谁还敢来送死！20亩灵田已是极限，余下的荒地全种野山参，只要不断种葫芦水，熬上8年就是100年极品。东家，100身新骨早备齐了。只是这青石岭险峻，实在送不上去。要不我寻个法子，弄个吊索给您运到顶上？免了，上上下下纯属折腾。谷子先寄放你这儿，我雇几批工匠，直接在山甲盘个大库房。阿虎，趁着农闲，你替我出面招揽工匠张罗这事，工钱直接从这谷子里扣。得嘞，包在我身上。母鸡留着下蛋，给孩子补补身子。放宽心，这50亩地明年照样租你，地租绝不涨价。原来这才是天下的真面目。数千年前妖魔横行，修仙宗门多如牛毛，为了争夺资源互相残杀。师父传我仙家功法，这可是掉脑袋的死罪。这份恩情，来日必当涌泉相报。可惜功法残缺，顶天了只能修到炼气10层。如今民间功法早被朝廷焚毁殆尽。唉，想走明路拿到高阶修仙之法，唯有去拼一把武举了。敢问前方可是张秀才？正是在下，二位有何贵干？在下丁家庄丁秀，这是舍妹丁香，奉我家庄主之命，特邀张公子前往毕庄一叙。丁家庄，传闻富甲一方，权势完全不亚于司马家，单单这张帖子就抵得上寻常百姓半年的开销了。承蒙庄主厚爱，两位前面带路。眼下已入秋冬，你们这片稻谷怎么还没下地收割？张公子有所不知，这是我们丁家庄独有的招牌猫牙米，整个三阳郡可是供不应求，连县城最大的鸿雁楼熬粥酿酒都非它不可。这可是我家老祖宗亲手改良的灵种，必须吸足10个月的天地清华才能出土呢。世道艰难，竟然还有这种世外桃源，家家户户都能管饱吃穿。这一路看过来，家家户户都不落锁，你们就不怕进贼吗？丁家庄从没出过小偷，街坊四邻都是沾亲带故的，门上挂把锁，那叫把乡亲当贼访，太寒人心了。这番道理，我还真是破天荒头一回听。张兄弟，且稍后片刻，趁着这日头毒辣，容老夫斩草除根。
土壤里藏着这么浓郁的灵气，这竟然是灵田。张老弟大驾光临，乡下地方没啥好招待的，添盘青菜，杀只老母鸡，咱们痛饮几杯。张老弟若是觉得好吃，临走时包上几斤，带回去慢慢品鉴。多谢庄主美意。这满桌子的饭菜竟然都蕴含灵气，品质简直能和我用葫芦催熟的极品不相上下。可我跟丁家庄素昧浮生，他这般隆重款待我，到底图什么？见过家主。张兄弟若是不嫌弃，不妨在庄子里游玩几日。老夫俗务缠身，就劳烦沐风、王英两位兄弟带我陪你在庄子转转。张二柱这白眼狼，你在这破山上到底藏了什么见不得光的秘密？少废话，干活！丢人现眼的玩意儿！这狼心狗肺的东西，当年就该敲碎他的骨头，再扔出家门！闪开！爹，张二柱，我要拿你的命来填这笔血账。张秀才，您觉得这丁家庄的光景如何？极度富足，远超我生平所见。只是我有一事不明，丁家庄这般庞大，竟没有一个佃户。张兄弟看走眼了，放眼这整个庄子，除了丁老爷本家，其余所有人全都是佃户。赵老四，你自己说是不是？那必须是，只要丁老爷不赶人，我老赵家世世代代都给丁家当佃户。这是为何？在别处种自家的地，官府少说也得扒去3成皮当税赋，可咱们丁家庄的佃户只需交2成地租，剩下的粮食全进自己的粮仓。原来如此，这丁家主收买人心的手笔确实高明。丁老爷仁义盖世，像我们几个常驻庄内的5人，每年都能领到整整5升灵米。张老弟恐怕还没察觉，方才桌上那顿饭便暗藏了少许灵米。灵米吸纳天地精华，10年才结1岁，珍贵异常。习武之人吃上一口，便能提升修为，甚至借此感应天地灵气，踏入修仙大道。既然如此，2位如今可感应到天地灵气了。时机未到，我们入庄资历尚浅，庄内倒是有几位年长的武秀才早已感应灵气，最强者怕是已触及炼气2层的门槛了。这灵米的禾苗究竟长什么样？可否带我去开开眼？自然可以，不过灵田种地戒备森严，只能远观，不可近看。这就是猫牙米，乃是丁家老祖将珍贵灵米与凡俗稻种杂交，耗费无数心血培育出的奇种。果然蕴含着一丝极其微弱的灵气。在这等绝巅开凿出如此规模的水库，至少得填进去几10万条人命吧？几10万倒不至于。丁家初代家族乃是一位高高在上的筑基期大能，他老人家施展土系无上术法，一人便抵10万精壮。当然，这水库也是丁家数代人前赴后继，征调上万民夫，才彻底竣工的伟业。丁家祖上竟出过筑基期大能，千真万确，族谱上白纸黑字写着。只可惜岁月无情，自那以后，丁家再无筑基出世。举全族之力劈山引水，福泽后世，这等气魄，令人叹服。这湖水清冽至极，张兄弟尝尝，整个丁家庄都靠这湖水养命，水里渗着微量灵气，常年饮用足以脱胎换骨。好家伙，这岛上的灵气浓度比外界强出数倍不止。沐风、王英，此乃家族禁地，谁给你们的胆子往里带外人？丁义兄弟息怒，这位张秀才是家主的座上宾，我等是奉家主手令，特来带贵客参观1、2。原来是家主贵客，刚才多有得罪，请。此乃铁荆棘，看着细若游丝，实则坚不可摧。寻常刀剑砍上去，连个印子都留不下。这是丁家老祖从上古遗迹中冒死带出的异种，耗费无数岁月才长成这道叹息之墙。好东西，要是能搞点种子围在青石岭外围，我的老巢就固若金汤了。这就是真正的灵谷田，估摸着今年又能大丰收了。整个安川县唯有咱们丁家庄的月牙灵米称得上产量第1，成色极品。这岛上面宽广，为何暴殄天物不全部种满灵谷？张兄弟外行了，
灵骨生猛，需要极其庞大的灵气滋养。若是贪多贪密，蜘蛛间就会互相厮杀争夺灵气，最终的下场就是全部枯死。别看只有这区区5亩，它的产出足以保佑一个庞大世家100年长盛不衰。张秀才，你身手不凡，有没有胆量像我们一样，直接投入丁家庄麾下？从今往后，咱们兄弟大口吃灵米，大步打天下。条件确实丰厚，可惜我手里握着黄皮葫芦这种逆天改命的至宝，区区5升灵米，还不配让我弯下膝盖。张兄弟，咱们武夫练武一辈子，图什么？不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引气入体，踏足仙道吗？丁家可是出过筑基大能的底蕴，功法秘术应有尽有，只要你点头，修仙功法就在眼前。功法，这简直是直接掐住了我的命门。条件确实是诱人，那2位拿到修仙功法了吗？我们资历尚浅，火候未到，还得熬。张兄，来日方长，丁家庄的大门随时为您敞开。多谢庄主这几日的盛情。山高水长，后会有期。虽然拒了招安，连丁家主行事大气，走时竟白送了我1包铁金棘种子和猫牙米种。至于功法，师傅留下的残卷照样让我怼到了炼气3层。这种命脉东西，以后再慢慢图谋不迟。好大的阵仗，莫非是黄老财终于咽气了？命挺硬，居然没死。托张老爷你的福，小人还喘着气儿呢。您刚回来有所不知，出殡的那位是您大伯。哈，他身子骨那么硬朗，怎么说没就没了？哎，听说是半夜上山刨地，硬生生被滚下来的巨石给砸成了肉泥。如今这世道邪门的很，您一个人住在青石岭上，可千万当心啊！多谢提醒，去大伯家探探虚实。大伯这一倒，苏小娥的日子怕是难过了。你来干什么？你还有脸踏进这个门？收起你这副嘴脸，你爹的死与我无关，再敢用这种眼神看我，后果自负。你这个……看来我不在的这几天，有不怕死的毛贼上门送人头了。这群败家玩意儿！自从为了葫芦灵水滋养的草籽，他们就再未下过蛋。这颗散发着妖气的诡异巨蛋，究竟会孵出什么怪物？这猫牙米品相绝佳，香气和灵气甚至压过丁家庄的正品。扔进黄皮葫芦里酝养3天，药力起码还能翻倍。长势太慢了，得想办法催熟。只有用这玩意儿把整个青石岭防线死死封住。好霸道的杀伤力！这大鹅的力气绝对不输寻常武夫，照样被搅得皮开肉绽。这防线若是布在灵身地周围，就再也不用担心我不在的时候有人上来了。见过秀才老爷。都停手歇会儿吧，吃点东西润润嗓子。乖乖，老爷养的哪是鹅？这是天上的神鸟吧？我看呐，张老爷8成已经得道成仙了。同样是秀才，这位活菩萨可比同村那个喝血的刻薄的张威强到天上去了。这排场够大的，过年也没见你这么破费。乡下人拿不出什么台面货，勉强凑了这桌子，只求老爷别嫌寒碜。张老爷，小人斗胆求你一件事儿，我想让家里的小娃习武，求您开恩，帮个忙，保荐到武堂去。我现在给不了你准话，
下趟进城去母堂，我替你探探堂主的口风。多谢老爷，您就是我们皇家祖宗显灵遇到的大恩人。满仓，快过来给老爷磕头。书上吹许需苦练10余年，我仅用1月便已大成。有炼气3层的修为打底，这些武功根本没有难度，威力还能成倍飙升。培元固本丸的药方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红安堂卖10两银子一颗，还供不应求。现在山上那篇的年份已到30年，等下次进城，配齐辅药，我自己开炉炼丹。熬了足足2个月才出来，除了块头大一圈，也没啥特别的。嘴真刁，非得吃葫芦水泡过的人参，好在跑得挺快的。去年冬天到现在，老天爷没下过1滴雨。得亏我青石里那口山泉还没干涸，不然这破日子真没法过了。这一路都是为了水源在拼命啊！我的天，这位就是传说中的张秀才。错不了，就是在考场上一剑将考官掀飞出去的那尊杀神。就是砸了考场还欠下200两银子天价巨款的那位吧？大夫，你现在可是生意兴隆，财源广进啊！我能不赔钱就谢天谢地了。大部分都是穷病、恶病，要是能让他们吃2顿饱饭，这些病不治也能好。账上结余328两白银。还是全部砸进培元固本丸。这回先按单子帮我备齐药材，剩下的闲钱再买培元固本丸。这些药材再加上人参和肉苁蓉，正好是培元固本丸的方子。你打算自己开炉配制？手里刚好压了几株老人参和肉苁蓉。随手配点出来试试水。这批新货带回去，足够我好好钻研一阵子了。爷，这等大旱之年，必须提前备足水源，以防万一。哒！这玩意儿的极限到底有多恐怖？吸了这么久，竟探不到底。天快亮了，这等异象若是被人撞见，必生事端。张老爷，房子地基妥了，您要的石磨和冲破也打磨好了。不用客气，来年可能还要找你们这班兄弟干活。
我仙师下凡了，不太费力。以后磨米碾药材的效率就快多了。每天必须保证有1颗固本培元丸，我这修为的暴涨速度才不会断供。20年份的参，经黄皮葫芦酝养3日，药力竟丝毫不输正品培元聚本丸。炼气4层，我已经可以丹天识海了。这团无形无相的虚无能量，便是神识。遇物穿物，如入无人之境，方圆1丈，连泥土之下人参吞吐灵气的威猛，都洞察得秋毫无犯。收！果然能收入识海。从今往后，这逆天至宝再也无人能夺。这些光点，全是我平日收进来的物件。中间那团最大的水球是河水，内含乾坤，竟能活物蓄水。以后连买鱼的铜板都省了。苦熬1月才修成这火球术，威力道行，连这顽石都能烧化。至于那缠绕术，凡俗种子根本承载不住我广袤的真气，当场就爆了。看来只能用那变态的铁荆棘试试水了。区区死物也敢弑主！东家，今年地里旱得颗粒无收，您看能不能开恩减免些租子？县衙那边可有减税的布告？户税、人头税、阳光税一个子儿都不能少，只说准许延前2年补交。罢了，今年的地租全免了。多谢东家，多谢东家大恩大德，东家仁义啊！起来吧，大旱之年，活命要紧，挺过这灾年，熬到明年老天爷赏雨再说。拿去哄哄家里的娃娃。你家那小子一年到头没少出苦力，将来谷家长开了，绝对是把种田的好手。寒冬未至，便已是一子而食的人间炼狱。再旱下去，恶殍只会填满整条官道。培元固本丸的药力已经见底，等进了城，得找司马懿探探珍品修仙丹药的门路了。好重的煞气！这刀疤脸的气息如渊似海，修为绝不在炼气4层之下。堂堂修仙高手，一次性大批买进这些凡俗肉票，绝不是为了当牛做马那么简单。大力丸的书你自己清点，我是真没力气动它了。脸色这么难看，古书上说未老先衰多半是元气透支，要不要给你弄点极品肉脩糖吊吊命？我底子从小就硬得很。一共6530粒，已经修出了神识。
凭你这等修为，若去考武举，绝对是三阳郡绝对的史无前例的最年轻举人。虚名罢了。行吧，你比我还胸无大志。对了，这次的大力丸还是老规矩，换培元固本丸，还是？我想探探底，你这儿有没有门路，搞到真正的修仙丹药？难如登天，大周的炼丹行当全被官府死死把控，真丹药狼多肉少，那价格极其恐怖。大概多恐怖？一粒真丹能抵你100咒大力丸。打扰了，还是全给我换成培元固本丸吧。没问题，呵呵，明早来提货。对了，你近期能不能再多弄一批大力丸过来？你大概要……多多益善。其实倒卖这药丸油水颇方，我眼下正急需一大笔现银填窟窿。成，10日后再给你送一批。书上记载，上乘的古玉能烙印修仙者的神识信息。师父临走时塞给我的那块旧玉佩，莫非也藏着玄机？糟了，断开！快停下！送！哎，多军章的后生，可惜命薄，给他点东西，算积点阴德吧。老子意识清醒的很，就是全身瘫痪。我真是多谢你们大发慈悲，还知道给我留点东西。还有游丝气儿，身子没僵，趁热赶紧脱走。后背皮都快磨烂了，这两个屁贼连接石头都不绕，荒年抢活人，到底图什么阴险勾当？难道要拿人肉做包子？好在神识重聚了一丝，手脚能动了。等老子能翻身，非活剥了你们一群败类！12句，一句一声稻谷，共1斗2升。都轻着点儿，别在地上死拖，把品相磕坏了就不值钱了。全给我扛进洞去！是集市上大肆买人的那个刀疤脸，炼气3层。好在我神识内敛，他察觉不到，继续装死探敌。把今日的仙货和之前的全堆进内洞。后天铁狮舵主会亲自降临，携一缕旱魃大人的本命尸气过来。这些凡俗肉体，只要沾染半点旱魃尸气，不出2月，必将蜕变为无坚不摧的僵尸。老大，这具好像还有心跳，没死透。管他断没断气，沾了尸气全是一路货色，扔进去。平白无故被拖拽一路，还想拿老子炼僵尸？只要熬过今晚恢复巅峰，你们一个也别想活！活见鬼了！这不是昨晚我亲手扛进去的那具尸体吗？诈尸了，那就再把他大卸8块！什么人敢擅闯禁地？给我拿下！你是张秀才？考场上一招重创考官的张秀才，你的凶名，整个安城县武道圈子可是如雷贯耳。认出我了，那今天连只苍蝇都别想飞出去。不管是谁花钱雇你，还是你瞎猫碰上死耗子，我劝你立刻掉头滚蛋，全当没来过。有些通天的势力，
绝不是你一个小小武人能沾染的。敬酒不吃吃罚酒，你是铁了心要找死！隐身符，上次老子没修出神是被这招唬住，今天你还敢班门弄斧？气息仅仅比我强上一线，到底要不要动手？哼，管他是不是硬茬儿，大不了骑着大鹅飞天遁地。他们这2条腿的，还能长出翅膀来追杀我不成？往奇书看过去，走在前面的中年人底子极厚，起码有炼气5、6层。应聘纯属找死，得用兵书上的出其不意。敢问前辈，可是铁狮舵主尊驾？李大拔那废物死哪儿去了？李爷正闭关冲刺紧要时刻，特命小人在此恭候前辈大驾。算他有点眼力劲儿，带路吧。前辈您请。果然是白毛将，上千斤的巨斩下去，竟然连块头骨都没磕破。够劲，但这怪物根本不知道疼，老子肉体凡胎跟他换血，纯属找死。哟，满地碎肉啊！兄弟，手够黑的。这要是报到衙门，你要是掏点银两，这事儿就算过去了。老大，瞧这脸熟的，这不就是前2天荒路边让咱们扒光的那个死鬼吗？看来兄弟命硬得很啊！既然还喘着气儿，那今天咱们就再送你一场。正愁找不到你们这帮杂碎，自己倒上赶着来送死。东家好。快入冬了，地里连根毛都没长，还费这劲浇水干什么？眼下没人抢水，我寻思着多挑2档，把地泡透，免得开春连颗种子都下不去。既然如此，这牛车借你使唤，省得全靠肩膀扛。车上还有些捡来的旧衣裳，拿回去洗洗改了穿吧。东家大恩，这可是救命的活计啊！是血魄丹，但这玩意儿是用活人血肉生生熬出来的，100条人命才出这1颗，阴邪至极。朝廷那帮尸位素残的狗官只顾着捞油水，任由这些魔道余孽祸害苍生。少发牢，看看剩下这2样。这黑瓶极度危险，恐怕封的是旱魃尸气。我替你暗中转交县衙，这等煞物你切莫私留。拿去。顺带问一句，
这大汉莫不是旱魃作祟？绝无可能，能赤地千里的旷世巨魔，吹口气咱们就化成灰了。就算是我家曾出过的筑基期大能，施法极限也不过100丈。这不是什么邪教的妖派，这是地下黑市的通行凭证。拿着它，找到隐秘入口，对上暗号，黑市大门便为你敞开。暗号我可以透给你，作为交换，替我搞定100石救济粮。成交。看病还是拿药？要是看花柳病，得加钱。我要看花柳，菜花状，偶有瘙痒，最近开始破戒流脓。想出这破暗号的缺德玩意儿，最好别落在我手里。行了，随我进内堂脱裤子验验。进去吧，顺着地道一直走。入场费，每人10两现银。这是什么丹药？行军丸，2两银子1颗，一丸下肚顶得上1斗大米，买10送1，包管饱。修仙者将3斗米炼成1丹，倒也方便。有黄皮葫芦在手，我虽不缺粮，但买一瓶回去拆解研究也不亏。培元固本丸在这里居然只换物不卖钱，成了硬通货。连那种劣质大力丸都能炒到180文1颗，司马懿这黑心商赚麻了。哼，罢了，我可没时间在这耗着摆地摊。这稻谷怎么个卖法？客官好眼光，丁家庄独门出产的月牙灵骨，一口价100两银子1升。这能买回去当种子下地吗？当种子自然没问题，但我劝你死心，这玩意儿极度挑地，没有上好灵田滋养，种下去也是颗粒无收。1亩田得搭进去1斗种子，1斗就是1000两白银，真够黑的。那旁边这些凡俗粗粮怎么走？100斗售价500两白银，一手交钱，一手拿票，自己去县衙粮仓提货。县衙？没错，直接找官仓提粮。黑市的手居然能直接伸进官家粮仓，这后台真是硬得通天。买灵骨加上老司马的100斗，得填进去1500两，我得搞点快钱。你这儿收不收硬铜屑？收，不过你这灵枣成色勉强，灵气远不如月牙灵米，顶天了只能给你20两1升。成，今天没带足货，改日再来交易。15斗红枣轻轻松松套现3000两，扣掉买灵种和赈灾粮的开销，还净赚1500两，血赚不亏。有这葫芦逆天改命，黑市这挑剔的灵骨1年内绝对能催熟，这可是条滚雪球的暴利路子。东家，您要的米粉
全磨出来了，一石到骨，足足碾出7斗精米，还剩这1大桶米糠。规矩不变，这1斗稻谷是你的工钱。至于那些米糠，我这儿用不上，留给你家当口粮吧。公家仁义，多谢公家赏饭。你既然已经摸清了黑市的门路，怎么还上赶着往我这破医馆跑？黑市那帮吃人不吐骨头的鬼地方，懒得多跑。以后大力丸的生意还是全盘交给你，顺道给我号个慢。你印堂发黑，面笼青灰煞气，你沾了毒？多半是上次跟只僵尸死磕留下的。原以为只是皮外伤，没成想这伤口挺邪乎，这2天闹得我浑身打摆子。你这是中了要命的尸毒！再拖下去，下次见面你长出的就该是獠牙了。我偏要给你熬一锅拔毒汤洗髓。活了17年，才知道泡热水澡能这么舒坦。你长这么大，连个热水澡都没洗过？咱们这种泥腿子庄稼汉，翻山越岭大半天，累死累活才捡回1担柴火，烧锅热水洗个澡就全废了。谁家敢这么败家？那你这满身的伤疤，从小挨揍攒下的呗。那年饿极了，去厨房锅里揪了1大块白米饭，被我那好婶娘抡起铁锅铲硬生生砸的。不过那口热饭真香，这顿打挨得值。你现在可是堂堂5秀才，凭你现在的手段，杀你那个恶毒堂兄如土狗，你就没想过回去把这笔血债讨回来？我也不是没动过杀心，可小娥那丫头算是我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了。罢了，等小娥出嫁有了归宿，再来清算这笔账。有知觉吗？疼不疼？没感觉，木的。这尸毒寻常草药压不住了，你再去趟黑市，去问问有没有真正的解毒丹。掌柜的，店里可有品级够高的解毒丹？现货没有，想预定就得交定金，而且只认培元固本丸或者天才地宝，黄白之物免开尊口。这可是邪教拿上百条人命生生熬出的邪物，拿来换命刚好。客官稍安勿躁，真丹需要等些时日。您看要不要顺带买点极品解毒丸？虽不能根除，但压制毒性发作绝对管用。终于知道疼了，靠着解毒丸硬扛，再加上我的回春术洗炼，看来不用等洪福堂那颗丹药，尸毒老子自己也能化解。可是张秀才大人，您府上还要不要做苦力的？每天赏口饭续命就行。再这么下去，一家子都要饿绝了。我那穷山恶水，养不起人。
人您过目。我老婆也身板结实，下地犁田、洗衣做饭，样样是把好手。您就带走我们吧，只要给口吃的，别让他饿死就行。这帮人再耗下去，全得变成路边的枯骨。罢了。大人开恩，小人们不要银子，这世道银子换不来半口糙米。只要您能赏口饭吃，做牛做马绝无二话。张大人活菩萨，把我们也收了吧！我有一把子力气，求您给条活路啊！行吧。今晚就在这堆烂草里凑合对付一宿，明天起来连大气都他不敢喘。那个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回大人的话，我叫秋月。所有人吃喝拉撒一律听秋月调遣。秋月，你跟我进来。装满，拿出去分了，给大家垫垫肚子。我也搞不懂怎么突然这么冲动，也许是跟司马懿待久了，沾了点善心。也罢，总不能看着他们活活饿死。也罢，既然老天爷把这些人推到我面前，总不能眼睁睁看着这世道把活人逼成恶鬼。300多张嘴，得赶紧开荒种地，让这些人劳动起来才有吃住。就地挖土捏砖盖房，顺道把地势高的地方刨成一口大蓄水池，开春正好能引水浇灌山下这几十亩荒田。二柱子，你来的正好，有桩天大的喜讯。什么好事？还记得你交出来的那瓶旱魃湿气吗？军府衙门直接调集顶尖高手，捣毁了一处邪教老巢，当场镇杀3名筑基期邪修头目。这泼天的大功已经捅到朝廷去了。按规矩，给你的悬赏马上就能拨下来。官府的底蕴这么硬，一战连斩3个筑基期，只有那只身负旱魃血脉的怪物竟然突围了。听闻他硬生生撕碎了一名筑基修士，带着重伤遁入深山，不知所踪。生死筑基修士，那怪物若是流窜到咱们这小地方，全城都得陪葬。上次哪怕只是一只最下等的白毛僵尸，都险些要了我的命。说正事，官府这次打算赏我点什么实惠的？听郡府传来的信儿，带队首领官升3级，按理说，少说你也能分到1、2粒真丹。湿度拔得差不多了，这真气外放的火候勉强能看。张老爷，您有事知会一声，小人替您去办。去难民堆里扒了几个懂生火打铁、会锻造兵刃的好手，带到院里集合。张老爷要打造兵刃，您看要不让我家富贵也去搭把手？他以前在城里铁匠铺做过学徒。行。
这批兵认成了，若能人手配齐，再加上这大白鹅的绝对制空权，日后谁敢来这青石岭撒野，老子从天上就能把他们全钉死在土里。呼，被这阴毒玩意儿熬了小半年，总算连根拔净了。要是傻等着县衙老爷施舍那粒解毒丹，这会儿尸骨早凉透了。你堂堂一个身上有功名的武秀才，成天跟个泥猴子似的扎河里摸鱼，成何体统？就一句话，你吃不吃？吃，摸鱼的不斯文，吃鱼的斯文。嚯！你们城里人真会吃，辣成这样，不来口烧酒鸭呀？不沾这东西，纯属花钱买罪受，还不如灌2口蜂蜜水痛快。你上次托我打听青石岭旁边那片荒山的地契有着落了，谁家的产业？县太爷名下的地。县太爷，我这种泥腿子出身，连县衙的大门朝哪儿开都摸不到，拿什么资格跟知县老爷买地？别急着丧气，还有桩消息，你上次提供僵尸线索的论功行赏批下来了，确确实实是一粒真丹药。真发到县衙了？发是发到了，但你也别惦记了，那玩意儿你8成是拿不到的。凭什么？因为丹药发到县衙，被县太爷家里的小妾弄丢了。也不是不给你，县衙给的话是什么时候找到了就给你。真打算自己开荒？眼下流民遍地，难道眼看着他们饿死？我准备在山巅修一座水库，把青石岭后方那片荒山全数吃掉，改造成良田。认识你这么久，难得见你眼里有活气。也对，你骨子里就刻着对土地的贪婪。我这里有60百段银晶，你有空就帮我到集市里看一下，如果有难民的话，都安置过来。全部？你养得起吗？对，全部。行，这件事我一定竭尽所能。粮草的问题，我替你担一部分，算是助你做善事吧。多谢。官府靠不住，那颗悬赏的丹药被县太爷解集了，换来青石岭后方这10余里连绵的荒山，这笔买卖不亏。办事果然利索，有黄老财帮忙管理，我也能安心回山上修炼了。铁荆棘已经种满1圈，月牙灵米也快可以收了。只是这蝗虫越来越多了。区区蝗虫，竟能撕开我这群变异大鹅的皮肉。这蝗虫的躯壳里，竟蕴藏着堪比武者真气的狂暴能量，难怪连大鹅都扛不住。烤着吃肯定香。烤着吃肯定香。张老爷家养的那群大鹅，体格简直跟牛犊子一样，肯定是这青石岭里藏着仙气儿。安昌河都见底了，就他这山脚下的泉眼还咕嘟嘟冒着甜水。老黄，你可把肠子悔青了吧？这么一座聚宝盆，让你卖了。宝山再好，也得有那个硬命去扛。我这是花钱买命，不亏。祖辈传下来的规矩，青石岭有吃人的大蛇，谁碰谁死。我这是花钱买命，不亏。你还敢去碰那座山？你是不是疯了？你把爹的命都牵进去了！你给我听清楚，爹是死在二柱子那杂碎手里的。那青石岭上
绝对藏着逆天的重宝。他二柱子算个什么东西？凭什么独占宝山？就算拿不到宝物，也绝不能让那杂事安生。这次不能蛮干，咱们得慢慢谋划。排队，乱规矩的，饿3天。这些大鹅生灵物吃多了，脑子越发通透，虫灾越来越邪，必须用猛药把这批空军的战力喂出来。张秀才，张老爷，官差来了。王大人，不知王大人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。山野粗人，没什么拿得出手的。大人喝口凉茶润润嗓。王大人今日亲临这荒山野岭，可是县衙有差遣？张秀才，青州各郡大面积爆发变异蝗灾，难民如潮。县尊大人昨夜紧急签发手令，全县40岁以下有功名的武秀才必须即刻接受强征，随军抗击蝗灾，平定匪患。救急如救火，所有人明日午时到县衙集合。二柱，替我顶一会儿，我去趟茅房。多谢青天老爷赏命。你这么分，后面的人连米汤都没得喝了。你这号见不得人间疾苦的圣人，什么时候也学会精打细算了？你以为我不想？奈何外面这口子太大了。朝廷下拨的赈灾粮早到了，全被县衙里扣死在库房里。望气术扫了一圈，20个武秀才，才3个刚摸到炼气期的门槛。哼，张威那蠢货竟然也炼气1层了。废话少说，在场所有人分成20个小队，即刻出城，去刘军营里强征民夫灭蝗。官府定下规矩，参与灭蝗的管饭，县衙下拨2斗粮草。100斤的账，到手直接克扣了2斗，这点烂谷子，只够招揽200个人当炮灰。就这副样子去灭变异蝗虫，简直是给蝗虫送加餐。得先让他们吃饱。全体原地休整，挖灶做饭。都给老子规矩点！谁再敢抢生苗，就地斩首！老天爷，这鹅肥得跟猪一样，一口大铁锅绝对炖不下。这么大一只，少说能刮下200斤净肉。这巨鹅身上散发出去的凶悍灵气，只怕我连它一翅膀都扛不住。这个姓张带队长实力深不可测，绝不能惹。张爷，这粥熬出油了，小人这儿带了点好肉脯，您将就着对付2口。张队长，尝尝在下备好的干粮吧。诸位的好意心领了。我包裹里只剩下几颗柿饼红枣果腹，各位也尝尝。这红枣里竟然蕴含着如此精纯的灵气。
全给我站住！紧跟在我身后往前冲！捕快，你在后方压阵，胆敢后退半步者，杀无赦！得令！全军停止追击，原地休整。弟兄们，跟着张队长，有肉吃，有活路！走，找下一波虫子干去！这边的蝗虫大部分被青石岭的人参吸引走了，剩下的也早被二柱子买的那些流民杀的差不多。我这算白捡了个大便宜。花了家里所有的底子，就换回这么一张破纸，你懂个屁！这可是货真价实的仙家术法，我这就抄他个几十份，回头100两银子一份倒腾出去，咱张家就彻底翻身了。停下，你不要命了！私翻仙道功法可是掉脑袋的死罪。我懂了，圣人云天下皆刁民，有牧民之术，可弱之、贫之、困之，切不可使其治之。我全悟了。这读书读成臭毛病，又犯病了。哥，我要习武，教我。你寒窗苦读这么多年，不考功名了？不读了，我要踏足仙道。哼，随便你，只要你日后别后悔。哥，你确定不会再像上次那样直接摔个半死？放100个心，我的御风术已然大成，这次绝对万无一失。老子终于上来了，张二柱，你的死期到了！大哥，你骨头没断吧？一头扁毛畜生也敢踩在老子头上拉屎！老子今天非剁了你这头畜生不可！法力一丝都不剩了，老子苦熬了10几载，到头来竟然连张二养的一头畜生都打不过。哥，你别吓我，真摔傻了。我没傻，但我输给了一头鹅。我们连他张二柱手底下的畜生都不如啊！一只畜生而已，犯得着跟他拼命？我自有杀招。你这破毒药能行吗？放100个心，我在这把稻谷里足足兑了10几包最烈性的老鼠药。嘿嘿哥，你要是不信，自己先尝2粒。少放屁！老子亲自送他们上路。一丝灵气都没有的剧毒垃圾，当本鹅是饿死鬼投胎吗？拼武力被完虐，玩下毒被无视，难道咱们兄弟俩真连这扁毛畜生都不如？唉。
别让那两山贼跑了！这超大虫群里，5寸长的变异蝗虫起码有100只，硬拼的话，我手底下这1000多流民至少得死一半。张队长，这阵仗太吓人了，咱们该如何应对？赵秀才，把你们搜来的那些新鲜草料全给我搬过来。把这些叶子均匀撒在柴草之上，所有人立刻退到外围深沟隐蔽。队长，可以点火了吗？再等等。好恐怖的压迫感，这大虫王已经初具妖气了。该死！包围圈还没缩紧，快把所有火把全扔进去，封死外围！顶不住了，退回来！全体向我靠拢结阵！再退半步者死！这畜生的爆发速度太恐怖了，体内剩下的真气只够斩出最后一次剑芒了。再近一点，给老子再近一点！给我死！这虫王肚子里全是金黄色的虫卵，灵气充沛惊人，恐怕半只脚已经踏上化妖的门槛了。想吃？再熬几天，这东西现在吃会出事。张队长，战场清点完毕，共缴获156只变异巨蝗，您看这怎么个分法？老规矩，变异蝗虫1人1份，余下的充作全队口粮。孙秀才那份照发，任何人战死，他的那份口粮1厘1毫都不准短缺。兵书有云，赏罚分明方能令行禁止，拿死人东西会寒了活人的心。老夫撒出去整整20支灭蝗队伍，唯独你这支拔了头筹，差事办得利索，老夫要重重赏你。东家回来了，东家好。东家，您回来了。我不在的这几日，家里可安稳？回东家，夜里进过贼。还好没人上来过山上。前2日，几个放养的娃娃在后山根底下捡了几只死老鼠和死鸟，正嚷嚷着要烤了吃。得亏黄万山眼尖拦了下来，大伙顺着痕迹寻过去，在后山脚下发现了一大滩撒了剧毒的稻谷，周围死了一圈野物。这事儿你们拦得好，从今往后，我若不在，夜里加派3倍人手暗中死守，不能让任何人上山。副官，看看这玄铁重剑还能不能接上？哎呦！张队长，这帮人刚吃饱就开始生事了，咱们接下来往哪儿走？就地休整1日，明日破晓拔营进发黑山镇。二柱子照搬兵书，将1000多人分为甲类战斗人员和乙类老弱病残，设立5长、10长、100夫长，队伍瞬间井然有序。几个被五花大绑的流民跪在地上痛哭流涕，
他们因进村抢劫被抓。张队长开恩，活菩萨饶命！罢了，我们这就是一时鬼迷心窍，再也不敢了。我从小受尽欺辱，也不想把痛苦加在别人身上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所有人都竖起耳朵听清了，跟我混，有肉吃。但若敢踏进百姓村落劫掠半粒粮食、杀人放火者，就地正法，绝不姑息。接着，好霸道的底子，虚弱只是表象，他们体内竟已凝结出一股堪比高阶武者真气循环的精纯妖气，彻底脱胎换骨，进阶成真正的灵兽了。全都在炼气6层以下，连个压阵的高手都没有。看来今天这颗镇丹药，老子是拿定了。让诸位道友久等了。咱们安昌的县太爷仁义搭进去2座欢山，才从上面换回了这粒极品真丹。县尊高义，掌柜辛苦，县尊大义，掌柜英明。被县太爷空手套白狼，强行换走2座荒山的倒霉鬼，就是我啊！一群只知道摇尾巴的蛆虫，看什么看？老子早晚把你们这些恶心的蛆虫一锅全炖了。不知是哪条道上的朋友敢来鸿福楼砸场子？老子行不改名，坐不改姓，道玄宗清风子是也。有种的只管上道玄宗来找老子寻仇。好得很，老朽记下了，原来是道玄宗的硬茬子。放屁！你根本就不是道玄宗的人，为何要四处乱咬嫁祸我宗门？哦，你怎么知道我不是？难不成你才是？不错，在下才是正主，道玄宗清风子。望诸位道友明鉴，我道玄宗虽被大周朝廷视为眼中钉，但全宗上下只想潜心修道，绝无半点谋反之意。起拍价1000粒培元固宝丸，2000粒，2800粒。3000粒。诸位看仔细了，这是一只体足有1尺5寸，已然踏成化妖门槛的超级虫王遗骸，其体内封存着极其狂暴的木系灵力。这玩意儿可是给我那2头大白鹅晋级用的极品猛药。哼！阁下究竟是哪条道上的？为何要冒充我宗门，四处煽风点火，挑拨官府？你们道玄宗的人就跟地老鼠一样，藏得太深了。我要是不下点猛药，你怎么肯乖乖从现身呢？就算是要找人，也用不着这等下三滥的脏手段吧？道有道，别急着走嘛。费这么大周折，只是想请贵宗出手，帮忙炼制一只品阶过得去的炼丹菇。荒谬！我道玄宗乃是传承上古的正统玄门，你们拿大活人乱炼血魄丹这种丧尽天良的勾当，还指望我道玄宗给你们铸造杀人鼎？做梦！
道玄秘藏。你手里真的有道玄秘藏的下落？我早说了，只要筹码够，天底下就没有谈不拢的买卖。说，你到底知不知道秘藏在哪儿？我们教主自然是捏着线索，不过你该不会天真的以为，单凭帮我们打一口炼丹炉，就能换走这么大的机缘吧？这规矩我自然懂，区区一口炼丹炉不过是举手之劳。阁下想要什么规格的，报个尺寸，1月之后我亲自交货。痛快！炼气无藏。身势暴涨，3丈绝对掌控，哪怕闭上眼，这范围内也没人能偷袭我了。老夫乃青丹宗金丹期长老，道号白鹤。一生痴迷钻研炼丹之术，未曾想偌大宗门，竟惨大周朝廷铁骑血洗覆灭。老夫自知寿元将近，实不忍将这一生呕心沥血的炼丹造诣带入黄土，故留此传承，赠予有缘人。大周朝廷垄断了又怎样？老子现在是这世上唯一不受那帮狗官控制的野生炼丹师了。东家，您要的家伙事儿打出来了，您上手试试手感。这玩意儿叫暗器不合适，叫重型飞剑倒是贴切。走，试射。好手段！
这杀伤力够劲！别停火，继续给我往死里打！这大杀器，老子要多少有多少！2尺长的虫王，当初那只1尺长的，肚子里的灵卵就足够把4只大鹅硬生生喂成灵兽。这2尺长的让大鹅吃下它，老子那不是能爆出一批空军？张队长，这批虫巢是从几百里外一路平推过来的，中途连弯都没拐过，邪门了！冲我来的，这畜生绝对是闻到了青石岭上那片极品人参的味儿。让下面的人全撤开，放开大道，让虫群过去，我来截杀。升空，迎敌！神识开！这该死的蝗虫王灵智太高了，他知道老子肉身不会飞，就躲在神识范围外，专门猎杀我的鹅群。错过这次，就再也按不住他了！给老子死！死！掉下来了，他掉下来了，人在半空，根本借不到一点力。他死定了，最好摔成一滩肉泥。只要这杂碎一死，今晚我们就带人冲上去，把青石岭的造化全占了。二柱子那死哪儿去了？张秀才，你倒是躲在这里逍遥自在。你可知如今整个青州府蝗灾肆虐如海，暴民遍地，千里赤地白骨露于野，而你领着的这支搅黄大队却龟缩在这破村子里踌躇不前，你该当何罪？你搞清楚，青州府烂成这副鬼样子，那是你们这帮拿朝廷俸禄的废物造的孽，不是我一个区区武秀才的责任。大胆狂徒！别以为你身上挂着个秀才的虚名，本官就斩不得你！我等仅以每日3、4斗的口粮，却昼夜浴泻，荡平周边5镇蝗灾，何来踌躇不前？本官不跟你这匹夫逞口舌之快。县太爷有严令，命你即刻率领所部火速赶往城西镇，违者军法处置。居然是皇上最爱吃的朝天贡椒，这天气越寒，辣椒越辣，品质越好。要是能顺2颗种到我青石岭上。张老弟，哥哥我是真他娘的眼红你呀！头顶上有那2头大鹅护驾，每天还能拿这等半只脚化妖的极品血肉当夜宵补身子。来，走一个！呸！又辣又苦，难喝的要死。老弟呀，你这酒量连个娘们都不如，岁数也不小了，就没寻思着赶紧娶房媳妇儿。只要你点头，来我司马家做个上门赘婿，如何？这开什么玩笑？张兄弟，这可不是玩笑。司马兄的好意，张某心领了。我这种在泥潭里打滚长大的，习惯了茹毛饮血的山野日子。任何人再敢后退半步，临阵脱逃者，
就地正法！全都给我冲进田里灭荒，死也要死在里头！总算弄到手了。这白树的枝叶对这蝗虫有致命诱惑，所以蝗虫全像中了邪一样往这扎堆。这根本不是天灾。这帮杂碎在布烈火阵，不对劲，这是要赶尽杀绝。县尊，火油已破，烈火阵已就位，现在是否起阵？不急，阵眼里那只最大的王虫还没入套，虫王若不死，终是心腹大患。传令下去，给本官用人命拖住虫群。原来在这些青天大老爷眼里，咱们这些泥腿子连条狗都不如。万妖国的妖族。这就是传说中能千里取人首级的飞剑。万妖国的孽畜，我大周王朝与尔等素来井水不犯河水，你敢跨界伤人，是想挑起两族不死不休的国战吗？老子不过是借贵土地顺珠灵药解解馋罢了，堂堂县尊何必如此抠门？不知死活的妖孽，全军听令，放箭，给本官把这头畜生扎成刺猬！追！给我追！绝不能让这妖孽活着出境！你手底下不是有飞禽吗？为何不起空拦截追击？大人明鉴，小人刚刚为了冲出火海，大额受了重伤，根本飞不起来啊！还敢狡辩！贻误战机，未战不前，致使万妖国妖孽潜逃！来人，把这个废物立刻打入地牢！绝食绝水族抗了2天，这变毛畜生骨头倒挺硬。我不信，哼，我还制服不死头没毛的畜生！老子今天就算折断你的翅膀，也要骑着你上天走一遭！给我起空！飞！御兽飞天，神仙手段，爽！太他娘的爽了！孽畜，你疯了！快停止！司马县尉真是稀客，今日怎么有雅兴过来？明人不说暗话，本官今日前来，只为向县尊讨要一人，那个叫张二柱的武秀才。那张秀才极其大胆，公然在火线上贻误战机，放走了万妖国的危险妖孽。本官正准备将其详细卷宗上报郡府定夺呢。你看这株百年人参能否为张秀才赎罪？既然司马县尉亲自出面担保，人还有那头极其晦气的鹅，你带走便是。多谢县尊极其成全。大伯，事儿办成了吗？我都舍出这张老脸和一株百年老人参了，他敢不答应？谢谢大伯。先不用急着谢我，别忘了你答应我的条件。侄儿答应大伯的事，自然会做到。那就好。
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你一下，你为了一个朋友跑了几十里的夜路来找我，但人心隔肚皮，人家心里不一定把你当朋友。